各位的光临。我很懊悔今天请各位来看这个表演。因为今天各位所穿的服装比我要表演给各位看的服装要漂亮得多，有的是雍容华贵，有的是仪态万千，有的是玲珑巧妙，有的是非常的诱惑。我简直想请各位到台上来，叫我的模特到台下看看。后来我一打听，原来各位所穿的衣服也是雪夫人的出品，我总算还有一点面子。在我们表演以前，我先介绍我2位服装设计师给大家认识。曾玲小姐，石马哲先生，现在我们节目开始。对不起，刚才那些服装你喜欢哪一件？糟极了。啊？坏极了。
信呢。我跟叶医生有要紧的话说。喂，叶医生嘛，傅医生有话跟你讲。啊，请你等一会儿，马上就完了。再见，再见。对不起，对不起。你看看这是谁的帖子？帖子？这是顾太太的帖子呀。顾太太，顾太太是谁呀？顾太太，顾太太就是顾太太嘛。哎，我已经跟她秘书通过电话了，明天晚上你我都得去。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啊？我没办法形容她。哎，反正呢，谁没有参加过她的宴会呢，谁就不能算了不起。反过来说，谁要参加过她的宴会，那就是了不起。明天晚上我来见你，回见。喂，请下面一位进来。我希望啊，你明天穿一件能使人注意一些的衣服。为什么？因为能让人注意你嘛。为什么要人注意我？为什么？因为顾太太宴会里头的人呢，都是了不起的人物。你要在了不起人物中间成为了不起人物呢，一定让人注意你。可是我的衣服都是普普通通的。哎，那容易，马上去做，到雪夫人那儿去做。你再跟雪夫人说一声，请她赶一赶吧。对不起，先生，从现在到明天晚上才1天半的功夫，连试样子时间都没有。这个我们不能做。哎，你告诉他我是傅立夫医生，他就知道了。我告诉过他了，他说他不认识傅医生。不认识他？哎，你跟他说呀，这件衣服啊是为了明天晚上参加顾太太宴会用的。哦，那我去问问。是啊，他要替他女朋友做件衣服，说明天晚上就要。那么老板娘怎么说呢？老板娘说不行啊。你去跟他说可以，就是没有时间看图样和没有时间试样子，对我们要有信心啊。就是说，明天晚上8点钟送到，记得问他要个地址，还有问那个女的姓什么、叫什么、做什么的。价钱现在一时还没有，等明天开了单子以后照付。要是他们同意这个办法，就量了尺寸以后再交给我；要是不同意，就罢办。那么我去问问他。说什么？看那个人呐，蛮好玩的，像个小孩儿。昨晚上我表演的时候，他老看着我大腿。他说好，不过要明天8点钟以前送到。小美，替我打电话，问衣服送出来没有？已经8点钟了。啊。小姐，哎呀，你还没换衣服啊？衣服还没送来呢，我换什么？好，我打电话。请问叶医生在家吗？先生啊。哦。谢谢。我问你好不好啊？好。
你喜欢吧？喜欢。喜欢。那我们走吧啊！走，你走，都是你的好主意，这什么衣裳啊？据我的推测，明年的比赛今年不会有太大的改变。颜色跟服装呢，照我的看法，每一个颜色都是好的，就是看你怎么样去配合。你说对不对？傅医生，傅医生，顾太太，这位是叶德梅医生，顾太太。去给他们介绍介绍去吧。好，请。我替你们介绍介绍，这位是王太太，王先生，张太太，傅医生，叶医生，两位请。老张，我替你们介绍介绍，这位是傅医生，傅里夫，这位叶医生，叶医生，这位是曾玲小姐，服装设计专家，曾小姐是雪夫人服装公司的设计师。那个，来，我来替你们介绍介绍。来，不用了。来，这位叶医生，傅医生久仰。这位是我们已经见过了。您贵姓啊？史。史先生。你觉得前天晚上的表演是不是糟极了？你们两位请随便谈谈啊。对不起，傅医生傅医生我有一件事情要请教。不敢啊。好的。昨天我听了朋友的话，去订了件衣服，你知道怎么样？那个样子怪得像死人穿的，我恨极了。你知道这设计师是谁？就在那边。我狠狠地把他踩了一脚。这位是王太太，这位我们刚才已经见过了。昨天我到你公司找你，你不在，我想请你替我设计一件大衣。好。王太太，你这件衣服真好看，是在哪做的？我的衣服啊，全是雪夫人史先生替我设计的。王太太，我们上那儿去看看。对不起啊。王太太，你这衣服后边有点脏。在哪儿啊？在这儿。哪儿啊？王太太，现在没有了，我们上那儿去看。对，什么事？您们谈谈啊，我先走一步。好，不客气。
回来啦。你怎么进来的？哪儿来的？你的房东太太借给我的。我的房东太太今天要我搬家，我没地方搬，我想在这儿住几天，行李我都带来了。嗯。Michael， 生气啦？小姐，这是谁跟您出的好主意啊？啊？我的主意。你的主意。你打算住多久？我不知道。1个礼拜够不够？你还想什么？1个礼拜，要是你不搬，我搬。把电灯关了。你自个儿拿去吧。这是你替我做的衣服，你想想看，我穿了像什么样子？如果人家知道这是你雪夫人替我做的衣服，你的名誉会怎么样？雪夫人，叶医生做这件衣服是为参加顾太太宴会用的。宴会里的人要看见这件衣服，你会不会再还有生意？叫曾小姐跟史先生进来。谁？我的设计师。进来。是您找我？这件衣服是你替他设计的吗？曾小姐，我知道这件衣服不是你的作品，你是一个懂得服装的人。你觉得我能穿这件衣服去参加宴会吗？简直太不像话了！我们应当负责赔偿叶医生，我情愿免费替叶医生设计一件。那么就这样，既然你们肯认错赔偿，我也绝不把这件衣服的事情告诉别人。再见。慢着，我是这件衣服的设计人，要是你们对这件衣服有什么地方不懂的，我可以根据理论一条一条的来答复你们。啊，你说这种衣服还有理论呐？从来没有。现在的艺术是走上抽象，我们的服装也要跟着这个潮流走的必要。那天你来参观我们的时装表演，你的批评是坏极了，糟极了，讨厌极了。我认为你一定是对服装非常有研究，对于美术是非常有兴趣，所以我才把这不轻易为人家设计的给了你。如果我早知道你不能接受这种崇高的艺术，我绝不会浪费我的心机。你定做这件衣服的时候，我们同意3个条件：第一，不看图样；第二，不是样子；第三，货到收款。所以我们雪夫人服装公司没有赔偿的必要。如果有人主张要赔偿，那他一定是长他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现在叶医生既然自愿的要放弃这件超时代的服装，我们公司可以带你卖出去。如果雪夫人服装公司不怕名誉扫地的话，我可以同意这个人的办法。我可以保险你，这件衣服在3个钟头里头卖出去。
有2个条件，不论我们标价多少，你们只能收回你们的本钱。第二，你们2人中间一个要在这儿监视这个买卖。哎，回来，把那个橱窗里的东西都拿掉，快，全部拿掉。把毛头衣服也脱了。薛夫人，为了我们的名誉起见，不能让他们走。叶医生，请你到那边坐一会儿，等一等。我没那么多时间，我要走了。那么，请这位先生留在此地。不，我有约会，我也要走了。那怎么办呢？啊，我可以等1个钟头。那我先走了啊。过1个钟头以后你再来。我还来啊？当然，这件事情本来是你的主意。可是雪夫人，如果过3个钟头以后这件衣服还卖不出去，你得赔偿我的衣服跟我们时间上的损失。我可以叫律师来跟你算这笔账。好，等等。现在就照你们的办法，请那边坐。我走了啊。拿一张卡来。那10天。标价1000块。金先生，改价快，1、2、3、4、5。啊，1234块5毛。哦。Good afternoon. Good afternoon. Can I have a try, please? Yes, of course. This way, madam. Bye bye。给他打个9折。你等着，拿了钱走。喂，我是。请你把地址告诉我。是你？喂。我现在警告你，你要是再打电话来，我就报警察局。
叶医生在吗？在。挂个号。贵姓啊？史，历史的史。是小姐是太太？是先生。啊？我是问你那个病人是小姐是太太呢？是先生。病人来了没有？来了。来的在哪儿啊？在这儿啊。你是病人？先生，你弄错了，叶医生是专看妇科的。什么事啊？刚才外头来了一个貌似男病人。哦。喂，我是叶医生呐。到底是头疼还是肚子疼啊？什么？心疼？你把地址告诉我，我马上就来。点上了吧？你预备好了没有？好了。不下。不下。好了。哎。哎，叶医生，在这呢，请进来。病人呢？在里面呢，他病得很厉害。偏巧我们家的电灯又坏了，现在我得出去找个电灯架。你请进去吧，在里边。姐姐，医生来了。不要紧的，你不用害怕。请你把手给我。你觉得什么地方不舒服啊？啊？你说什么？你的病并不厉害，请你把头转过来，我替你量量有没有热度。不用害怕。来。你是流氓！医生，请你原谅我，我现在已经完完全全、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知道我自己错了。我每天送花给你，就向你表示我承认错了，请你原谅我。今天早上我到诊所来，给所有的人都笑。今天晚上我又扮成这个样子，我一天做了2次小丑。您。再见。经你一走，我这个小丑不是白做了吗？那，你想要怎么样呢？我要你原谅我。原谅你什么？那件衣服。你不恨我了？那我们是朋友了。
我们应该是同行。什么意思？我们工作的目标是相同的，女人。啊，对了，而且都是女人的身体。请。你研究的是外表美，你研究的是他们的健康。我想请求你的合作。关于什么？关于服装。我希望你设计的服装不要叫穿的人太受罪。我有一个病人，他每天都叫胸闷头晕，他既然不是贫血，又不是怀孕，原来就是要穿你那些弯弯曲曲的服装，把自己的身体绑得太紧了。你是医生，你应该劝他们多做点柔软体操，吃点减肥的药，或者你带他们挑选一种合适他们穿的衣服样子。我可以劝他们做柔软体操，吃减肥药。关于服装，我可不敢说。有一次我痛痛快快地说了，他一气就跑了，以后再也不找我看病。所以我认为这应该是您的事。这也不是我们的事。你要知道，我们只能够给他们看许多的样子，而不能带他们决定样子。有一位近50岁的太太有一次来看我，硬要我替她做一件衣服，18岁的女孩子才能穿，我不肯，她硬要我做，我急了，明明白白地告诉她，我说你的年龄不对。你知道结果怎么样？怎么样？倒在地下死过去了。等她醒了以后大哭大闹，说我侮辱她，让雪夫人开除我。后来呢？雪夫人没有开除我，要我向她道歉。结果我为她设计了一件洋娃娃穿的衣服，她满意了。你，好，这给你。
小姐，等一会儿。好。有什么事吗？啊，我给你找到一本书，你可以在里边挑选一件结婚礼服。我为什么要选结婚礼服？我们应该结婚了。我们？什么理由啊？第一，朋友们都知道我们很好，所以我们应该结婚。第二，我们要到意大利去度蜜月，飞机票我已经订好了。就是这个理由。哎，就是这理由。怎么说？再见。啊？哎！你们看，这是一件非常美丽的晚礼服，原来呢是可仪态万千、雍容华贵的，可是穿的时间跟地方不对，弄得糗得不得了。所以你们要记住，千万不要穿严肃的衣服到随便的地方去。啊，你们瞧，这是一顶很漂亮的帽子，这是一件很漂亮的衬衫，这是一条很漂亮的裙子，一双漂亮的鞋子。可是现在，花花绿绿的，所以要是颜色太多，花样太复杂，非但不美丽啊，而且，你们看，连蜜蜂都飞过来了。不要把自己当成一个花园，也不要把自己当成一个博物馆、珠宝店，或者是百货商店的柜台。这是一个很名贵的梳子，这是一对很名贵的耳环，别针漂亮，项链也漂亮，还有，这些都是很名贵的东西。可是你们看，就说是来一辆卡车吧，恐怕也有开不动的危险。所以你们不要戴太多的首饰，千万不要把自己当成一个百货公司的柜台。那还有，千万不要把自己绑得像个粽子。你看拉链来了。不要老是把自己当成是个小孩。好了，我们今天就到这儿为止。下个礼拜再见。再见啊，再见了，再见了啊，拜拜，拜拜。再见啊，再见啊。什么事啊？什么事啊 ？Michael，你会不会设计结婚礼服？我当然会了。是谁呀？我。对不起，我不会设计，你另外去找别人吧。可是你刚才说你会的。这你明明是取笑我嘛。Michael，你知道这个新郎是谁吗？我当然知道了，那个不是另外一个。这个人向我求过婚，我没答应他。可是今天我忽然想起，也好，答应他吧。可是我这件结婚礼服要他设计。你说什么？说什么？再说一遍。你已经听清楚了，我不说第二遍。
时忍不住心头想，一个是熬不住心头痒，教堂里草草了巴不得，今宵月走上树梢，一个是脱金刚轻轻叫，一个是衣袖正微笑，相差里千般好，说不出万般情绪在眉梢。是慢慢来改变脚，脸不禁云上飘，禁不住心上摇，安定离欢笑。先生，太太，香妹，你也取笑我。
坐一会儿。还要做啊？Michael，嗯，从我出世到现在，我总希望有这么一天，我有个私人的书房。今天是我第一次有。从我出世到现在，我就想要娶一个美丽的太太。今天也是我第一次有。你的睡衣在里头呢。喂，喂，啊，你等等啊，电话。喂，我是。什么？可是今天，龚医生怎么说？非我去不行。不行不行，今天。我就来。一定要你自己去？我替他照个 X 光，可能还得动手术。偏偏要在今天。哦，回来了。画到现在。该休息了。哎，快了。
夫人，来早。我答应你什么？记者招待会，我什么时候答应的？昨天晚上。哎呀，那我一定喝醉。啊，人都来了，那我只好来喽。来，好，马上来。雪燕，来了。哎，马哥，你怎么现在才来？好意思，好意思。哪里的事？全是你们各位捧场。你好吗？是不是？Michael， 好多人在找你。哎，都见过你，见过。小史，你是不是快要结婚了？不，还瞒我。不是瞒你，我是要告诉你，我已经结婚啦。哦，那怎么不请我喝喜酒啊？结婚。哦，哎，你这次可以大出风头了。是些什么衣服？可以透露一点给我吗？啊，我老实告诉你，我到现在还没有开始工作呢。是吗，高先生？这位小姐让我特地来见见你。はじめまして。どうぞよろしく。かねがねお名前を聞いております。お耳にかかれて嬉しゅうございます。这位小姐说，她在日本已经久仰您是一个超时代的服装设计家。不敢当，不敢当。私は今モデルアンバサドにおりますから、どうぞいらしてください。这位小姐说，她现在住在国宾酒店，希望您来指教。好的。どうぞ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哎，雪夫人，这位小姐跟史先生已经见过面了。哦。希望您跟他说一声，明天下午酒店来一趟。好的，好的。Michael， 这位小姐是日本有名的 model， 你要特别当心。明天下午到他酒店去。可是明天下午，在你结婚以前，你心神不定很难认。可是你昨天已经结了婚了，你以后要特别努力工作。难道你情愿失去这个扬眉吐气的机会吗？啊？是，雪夫人。Michael。德梅，今天才有人通知我，说你昨天晚上结婚，真抱歉，这么晚才来给你道喜。这是一点纪念品，请你收下。谢谢你，我没通知你，是我们不对。哪里，老朋友还这么客气吗 ？Michael 在家呢？大概不在吧。会不会他不肯见我？哦。哎不。不，香妹说是不在家。请坐。房子很漂亮啊，羡慕羡慕。不预备出去度蜜月吗 ？Michael 请不出假，我也有10几个生要接，所以我们预备过一个时期去旅行。好极了，好极了。经理，
Michael， 我那个房东又叫你搬家了啊？尤里，你要知道，现在这个家不是我一个人的，所以我要征求我太太的同意。哦，这个当然，我来开口好了。Michael， 恭喜恭喜恭喜！叶医生，不，史太太啊，嫂子。你这可不对啊！结婚不请我喝酒。我那房东啊，今天要我搬家，我一时找不到地方，我想在这儿住几天。你自个儿设计的？待会儿我问问 Michael 啊。Michael， 啊，进去换换衣服。哦，我去洗手啊。一会儿见。哎。锁上。你怎么把他带到家来了？谁带他来了？我在花园里头碰见他。哼，这么巧？哎，真那么巧？那你可以回绝他，说这地方太小，住不下。地方太小。不，还是找另外的理由吧。一会儿你跟他说啊，人多住不下。啊，人多，哎，反正你去跟他说，我们这儿不能让他住。好，一会儿找机会再跟他说，我们先出去敷衍一下，好不好？啊。过来。我问你，弗利夫怎么到这儿来的？是不是你告诉他我们住在这儿，还是你们俩人一起来的？我回来，他已经在这儿了。我不欢迎他。他是送礼跟道喜来的。笑什么？你们这个叫做藕断丝连不了情。胡说！你不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他是君子，我不欢迎这种伪君子。不管伪君子真君子，出去敷衍一下再说吧。唉。Michael， 你跟许小姐的友谊到底到什么程度啊？没有什么程度啊。那她为什么不找别的朋友，偏偏住在你这儿呢？哎呀，我跟她以前同住过的。什么？你跟她同居过？哎，不，我的意思是说，哎，最多像哥哥妹妹一样。哎，这么亲热。我跟她没有一点，哎呀，没有一点性的关系。你要我怎么说呢？要是我跟她有什么不可告人秘密的事情，她还敢到这儿来吗？德美，请你相信我，我对天起誓，啊，我们先出去敷衍一下，好不好？啊，好，来，快来。哎呀，你们俩真是甜甜蜜蜜、新婚燕尔啊！把客人搁在厅里都不管了。哎。抽烟。谢谢。啊，您喝茶。哎。谢谢你。Michael 啊，你这沙发比从前那个好啊。哎呦！我们为什么不一起出去吃晚饭呢？不，我晚上有应酬。不客气。许小姐你呢？我啊，好啊，行李我回来理好了。哦。上哪儿呢？瑶池吧。Michael 有几句话要跟你说。哦，很好，那边情景好极了。谢谢嫂子，你实在对我太好了，不但不怪我打搅，还请我吃饭呢。Michael 说，Michael， 你刚才说什么？你再说一遍呢。我说？说什么？这个。这个什么？我记不起来了。Michael 的记性啊，实在不行。有一次我告诉他我在洗澡，要他不要进来。刚洗到一半呢，他就进来了。哦，
对了，我们快点吃饭吧，吃完了以后陪你去找房子啊。不，我今天太累了，明儿再说吧。别生气了，明天一早我就叫他走，可以休息了。好，我现在马上就叫他走。哎，这算什么呢？你要说早就可以说了，现在这么晚了。你也知道晚了。喂，哦，雪夫人，还没有呢。我知道，明天我就开始画，晚上可以给你一部分。好，明儿见啊。吃晚饭，现在我请你们吃宵夜，好不好啊？不好，如果你肚子饿呢，请你一个人去吃吧。没人开车，你们又住得那么远，我怎么去啊？你明天搬到一个方便点的地方去好了。再见。其实我也不饿，就是睡不着。你算了，别说了，越说越多了。什么事啊？昨天晚上看到的那位王太太，现在有了104度的高热，心脏非常衰弱。有没有汗呢？对了，有没有汗呢？有啊。好，我马上就来。啊！Darling，
医生起来了吗？起来了。哦，你来了。我接的你电话，脸都没洗就来了。什么事？他欺负我。啊？人呢？人？什么事啊？都没说你欺负他。我什么地方欺负他了？啊？趁着我不在，把女朋友带回家来鬼混。哎，鬼混？哎，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大清老早的把旧情人带到家里来，你存心要脸人不好看嘛？新婚夫妇大吵大闹，你们要脸不要脸啊？新婚？你问他，我们才结婚了2天，他连出去2个晚上。一个人有一个人的责任，如果你不把我的事业当事业，我会逼嫁给你啊！哎，那你打算怎么样？我决定离开这儿，让你的女朋友跟你去同居。啊，我们走。什么事啊？哎。客多一点，请叶医生在这房间暂时先住几天，等有了。我想也就住几天。是。昨晚上我睡得不好，我想休息一会儿。有什么事你马上打电话给我。好的。那我们走了。好的。丽夫，你不许告诉任何人我住在这儿。我知道。いらっしゃいませ。您好。お入りください。さあ、どうぞ。不客气。どうぞ、おかけください。请坐。よくおいでくださいました。どうぞよろしく。您好，请坐。どうぞ。好，请坐。どうぞ。对不起，请坐。您好吗？何？啊？没什么。これ。すみません。对不起，对不起。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不客气，请看。
喂。好，我马上就来。あら、どうなさったの？我走了。おかわりですの。不懂。どうも失礼しました。再见。お気をつけて。再见。德美，冤枉冤枉，120个冤枉。不冤枉不冤枉，120个不冤枉。好好的好好的，你们虽然结婚才几天，可是一夜夫妻百日恩。一夜夫妻，连半夜都没有。哦，原来是为了这个，所以你才沾花惹草。你是个淫魔。你骂人？你骂你的丈夫？你不配做我的丈夫。从现在起，我们没有夫妻关系。吴律师，快把字据拿出来签字。我不签，嘿嘿，我不跟你离婚，我绝对不跟你离婚。我呀，拼死也不跟你离婚。我要跟你离婚，我拼死也要跟你离婚。我不离，不要离。好了好了，大家和和气气谈。要离婚嘛，也得双方协议啊，不能吵吵闹闹。离婚嘛，当然吵吵闹闹了。如果和和气气的双方协议，还离什么婚呢？对啊，要是不吵吵闹闹，还离什么婚呢？不要你说对。Michael， 我走了。吴律师那有字据，你签也好，不签也好，反正呢，我永远不要再看见你。你敢碰我一下，我就告你非礼。哼。到今天为止 ，Michael 没有交出一个新的图样来，有的全是旧的。他这一次的失败是你给他的，你心里难过吗？这一次本来是他一个扬眉吐气的机会，是你一手给他破坏的，你心里难过吗？你是他的妻子，你不鼓励丈夫，你还算是什么妻子？你不爱他，你跟他结婚干什么？啊，我们还在进行离婚。请你少说点吧，你的热度很高。叶医生，你失去石马哥，你会懊悔的。谢谢你们，我不要。喝一杯可以提提神。Julie啊，那个医生在等着你，你去好了，我来当心 Michael。你们都去，你们这样对我，我心里都更乱。不要乱，你不要要求太好，轻松一点，自然一点就好了。这张不是很好吗？为什么把它撕了呢？雪夫人。Julie， 我谢谢你们的好意，我画不出，我出去走走。怎么办？他实在太爱那女医生了。怎么他走了？
我害得他太苦了。啊，这也不能怪你，德梅太不像话了。你们去好了，我在这儿等他。你们如果碰见他，告诉他我在等他回来。他在那边散步。啊。谁？哦，是叶医生。你来做什么？迈克他出去了。你是不是要找他？雪夫人，请你把这件衣服跟设计的样子给他，也许对他会有用处的。我走了。问彩霞为什么这样深了？一会儿变了，一会儿变了，彩霞回答得真好。她说这女人的事从来不想，她也算不了什，她也算不了什。先把你带到巴黎，多少人为他着迷，有的是为了替他壮丽，有的是为了几套气息，这是在骗你，你千万别理。悄悄地告诉你，你可以记在心里，最最叫人着迷，是为了女人美丽，男人为她们心里热情，女人为了他
追寻樱花的酒走，似乎在等待红叶的加薪。关于款款，落寞含情，吸引了千万人的心灵。千娇百媚的星光，代表了心的女性。像园里的百花，正吐浓郁的芳香。哪里有呵护这种神韵，像仙子般闪闪降临？哪里有呵护这种风情，叫千万人难以忘记？哪里有呵护这种风情，叫千万人难以忘记？Bengawan Solo, riwayatmu ini sedari dulu jadi perhatian insani. Di musim kemarau tak berapa ilmu, di musim hujan air meluap sampai jauh. Mata airmu dari Solo terkurung di gunung Seribu. Air mengalir sampai jauh, akhirnya ke laut. Itu perahu, riwayatmu dulu. Kaum pendagang selalu menyimpan riwayatmu. 夕阳映上了沙漏，照动了湖一般的心。海风吹动了沙漏，挑起了浪一般的情。Itu perahu, riwayatmu dulu. Kaum pedagang selalu menyimpan riwayatmu.
永远是童话。茉莉的凤凰格外坚强，茉莉的蝴蝶格外潇洒。射下，花堆里现出了安娜，在火焰的光芒中，坚强里现出了潇洒。下柳色漫入天上，进入故乡。蓝眼里风摇轮回，荷花气香，东方的建筑世界传扬。是忍不住心头想，一个是我中心头教堂里草草了，巴不得今宵月早上书上。一个是脱尽静静讲，一个是衣袖正微微响，香茶里千般好，说不出万般。
惜的悲伤。是今